很多人学佛，越学越累，越学越迷茫，要么觉得佛经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跟自己的生活沾不上边，要么捧着各种经书反复研读，看似修行精进，可脾气没变，焦虑没消，烦恼没少。为什么你读再多经文，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因为你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佛法。佛法从来不是用来供奉的玄学，也不是求神拜佛的交易工具。老祖宗留下来的三藏12部8000多卷经书，翻来覆去，最终只讲了6句话。这6句话不是让你飞天遁地去求长生不老的，全是教咱们在这烟火红尘里怎么过日子，怎么转念，怎么改命的大学问。读懂这6句话，胜过苦读100卷经文。悟透这6句话，你人生中9成9的内耗与烦恼都会慢慢消散。咱们先来讲第1句话，大家想想看，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一切烦恼的根子到底在哪里？佛法讲得很清楚，就在4个字：诸法无我。你看透了这一点，你才能真正做到放下执念。你仔细去扒开自己的心，看看咱们到底在气什么，愁什么。有人说你一句坏话，你气得3天吃不下饭，孩子不听你的安排，你觉得委屈的直掉眼泪。看到从前不如自己的老同事换了个大房子，你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你把这些烦恼的壳剥开，背后全是一个字：我。只要带上这个我字，只要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你就被套上枷锁了。因为有了我，就会生出我的，然后就死抓着不放，非要争个输赢，这就是执念。我见过一对亲兄弟，从小在一个被窝里滚大的，感情好得不得了。谁要是受了欺负，另一个抄起砖头就去拼命。结果呢，老父亲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套市中心的房子，这下好了。为了这套房子，2兄弟打成了仇人。刚开始只是在饭桌上拌嘴，哥哥端着架子沉着脸说：我是长子，老父亲生前病床前都是我在端屎端尿，理应我拿大头。弟弟一听，指着哥哥的鼻子就骂：你少来这套假惺惺的，老头子住院做手术，那10几万可是我垫的，凭什么你拿大头？就为了这句我的，2人越吵越凶，从开始的推搡到大打出手，最后竟然把亲兄弟告上了法庭。10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0年？这2家人整整10年没在一起吃过一顿年夜饭，大年初一都在家里互相咒骂，见面上法庭背地里互相找人下绊子，防自己的亲兄弟简直就像防贼一样。你们以为真赢了就能过好日子了？我告诉你们，天天在那种怨毒的气场里熬着，连睡觉都在咬牙切齿，人的气机早就全乱了，不生大病才怪。前几年哥哥因为常年急火攻心，突然脑梗，半身不遂，直接躺进了医院。没过2个月，弟弟查出了肝癌中晚期，也住进去了。这算不算天道自然？巧的是，2人住进了同一家医院，就在同一层楼。有一天，弟弟做完化疗，拄着拐杖在走廊里艰难地挪步，走过一个重症病房，他下意识地往里瞥了一眼，隔着那层玻璃，他看到哥哥正躺在床上，嘴眼歪斜，喉咙里插着粗粗的管子，连翻个身都得靠护工像翻麻袋一样拨弄。那一瞬间，2兄弟的眼神隔着玻璃对上了，那眼神里没有恨了，只有无尽的悲凉和恐惧。哥哥眼角的浑浊眼泪一下子淌了下来，弟弟也绷不住了，手里的拐杖咣当一声掉在地上，靠在墙上捂着脸嚎啕大哭。后来弟弟说，争了10年，到底争到了什么啊？我们以为争的是房子，是面子，是那口气，结果呢，争来的那点钱
连个零头都不剩，全原封不动地交给了这家医院。就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把2家人后半辈子所有的福报彻底给败光了。大家听了这个故事，背脊骨有没有发凉？这就是我值的下场啊！总觉得那房子是我的，那礼是我的。你想想看，当你一口气上不来，连你这具百病丛生的身体都不是你的，随时都要灰飞烟灭，何况是那堆砖头，那点纸币呢？你看现在很多做父母的也是一样，老了，天天跟儿女闹别扭。为什么？因为心里总有个执念，觉得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他们必须听我的，必须按我的想法活。你想想看，孩子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他的因缘，有他的路要走，你怎么可能控制得住？你越控制，他越窒息，越逃跑，最后原本好好的亲情，硬生生变成了仇人。这也是我执啊！你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客体，缘分深就多聚聚，缘分浅就随他去，你不就自在了吗？有人说，那照这么讲，无我啦，那我什么都别干了，钱也别赚了，就在家等死好了。错了，放下执念，不是让你放弃生活，不是让你当个什么都不管的木头人，你可以去赚钱，可以去享受生活，但是不要被这些东西绑架。你可以拥有，但别贪恋。钱来了，你踏踏实实过日子；钱丢了，你就当交了学费，消了灾。别为了失去的东西把半条命搭进去。你手里抓着一块烧红的铁，烫得皮开肉绽，别人叫你松手，你偏不，非说这是我的铁，我不能丢。你不松手，疼的永远是你自己啊！遇到事的时候，把那个我看小一点，别人夸你，那是人家有修养，别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别人骂你，那是他心里有气，他骂的只是一堆情绪的垃圾，跟你本来的面目有什么关系？你还是你，不会因为他骂一句就少一块肉，把心量放大，把我看淡，把你攥得紧紧的拳头松开。你能做到这一步，这红尘修行的第一关，就算是闯过去了，闯过了这一关，把我看淡了，有的人又要来找我抱怨了。他说，我听了你的，我不争了，我放下了，我天天做好人好事，怎么我还这么倒霉？怎么那个天天算计别人黑心黑肺的坏人，现在开着豪车，住着大别墅，日子过得比谁都滋润？这老天爷是不是瞎了眼？我告诉你们，老天爷没瞎眼，是你没看懂这世间的第2条规律。这第2条规律，佛经里反反复复在讲4个字：因果不虚。很多人一听因果，头摇得像拨浪鼓，觉得那是迷信。你们要晓得，因果根本不是什么玉皇大帝拿个小本本在天上给你记账，做件好事给你画个勾，做件坏事给你画个叉，不是那样的。因果是什么？是咱们老祖宗讲的宇宙间最根本的物理法则，是气机的运转，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你种下一颗苹果的种子，它长出来绝对是苹果树，结不出烂桃子来。你今天晚上熬夜喝酒，明天早上起来脑袋绝对是懵的。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句随口而出的话，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都是在往生命的田地里撒种子。这就是因果，这有什么玄虚的？你想想看，对不对？那为什么大家总是觉得好人没好报，坏人活千年呢？那是你心眼太小，目光太短，只盯着眼前这一小段时间看。你们把时间拉长了看，看透了，这背后的冷汗都要冒出来。咱们都知道三国里有个大人物叫曹操，曹孟德。当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成了朝廷的通缉犯，仓皇逃命。半道上
他跑到父亲的结拜兄弟吕伯奢家里躲避。吕伯奢一看老朋友的儿子来了，高兴啊，嘱咐说：大侄子，你安身歇着，家里没好酒，我去西村给你打点好酒来。说着就骑上驴出门了。曹操在客房里歇着，这时候突然听见后院里有磨刀的霍霍声，还听见下人在嘀咕：先绑起来再杀。怎么样？曹操这个人多疑啊，觉得全天下人都要害他。他神经一紧，一把抽出佩剑，心想：好啊，老家伙表面客气，其实是稳住我，要拿我的人头去领赏。他带着手下直接冲进后院，眼珠子都红了，一通乱杀，一口气把吕家8口人全杀害了。等杀完了，走到厨房后头一看，当场傻眼了。人家后院木桩上绑着一口大肥猪，正准备杀猪款待他呢。这时候手下慌了，说：主公，咱们杀错人了，赶紧跑吧。两人骑上马就夺路而逃。跑出没多远，迎面正撞见打酒回来的吕伯奢。吕伯奢手里还提着2壶酒，驴背上挂着菜，笑着问：大侄子，怎么这就要走？猪都快杀好了，吃完再走啊？曹操握着剑柄的手心里全是冷汗，但他狠啊，他拔出剑，找了个借口凑过去。毫无防备的吕伯奢只听见噗嗤一声，一剑就被曹操给劈下了驴背。手下吓坏了，说：之前在家里杀人那是误会，现在你明知道他是好人，怎么还下死手？这时候曹操冷冷地抛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大家听听，多霸气，多狠毒，就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把恩人的全家老小像切瓜切菜一样给灭了。这颗极其恶毒的因果种子就在这一刻死死地种进了曹家的契机里。可是你往后看，曹操立马受惩罚了吗？没有啊，他后来打平了北方，当了魏王，挟天子以令诸侯，儿子曹丕还篡了汉，当了皇帝，风光无限。那时候肯定也有人抱怨，你看因果是骗人的吧，杀人放火金腰带啊。别急，因果是个种子，它发芽结果是需要时间的，有的是几年，有的是几十年，有的是下辈子。咱们接着往后看，几十年后，曹操的孙子被当政，曹家出了个权臣叫曹爽，一手遮天。当时司马懿想要篡权，就在家里装病，装得连粥都喝不到嘴里，麻痹了曹爽，然后趁着曹爽陪皇帝去高平陵扫墓，司马懿突然发难，发动兵变，占领了京城。当时司马懿指着洛水发毒誓，对着老天爷起誓啊，说我司马懿只要你的兵权，绝对不要你的命，你投降，我保你做个富家翁，这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曹爽是个软骨头，一听这话信了，乖乖交出兵权投降了。结果呢，曹爽刚把刀放下，司马懿瞬间翻脸不认人，不仅违背了落水之誓，还罗织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曹爽的3族连带着亲戚朋友、心腹大臣好几千口人全灭了。你们想想看，曹操当年为了自己活命，杀恩人吕伯奢全家不留活口，还说宁叫我负天下人。几十年后，司马懿为了夺权，哄骗曹家子孙投降，违背誓言，杀绝曹家老小。这手段，这狠毒，这翻脸不认人的嘴脸，是不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曹操当年怎么对待别人的，司马懿后来就怎么对待曹家的子孙。曹操种下的那颗毒种子，跨越了几十年，终于在自己孙子、重孙子身上结出了最惨烈的毒果子。这哪里是历史的巧合？
这是老祖宗早就看透的天道轮回，所以佛法讲得很清楚，因果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你今天种下一粒花籽，明天能马上看到花开吗？不能啊，它得要土壤，要阳光，要雨水，要时间去慢慢尝。你看到那个作恶多端的人现在过得好，那是人家以前祖上积的阴德，或者他过去种的善因现在刚好成熟了，他正在享福，等他这点福报消耗光了，他现在作恶种下的毒种子，那个苦果一定在后面死死地等着他，逃都逃不掉。反过来讲，你看到好人过得苦，也不要怨天尤人，那是因为咱们过去糊涂造了业，现在这个苦是在消业，你咬紧牙关把这个苦吃下去，不抱怨，不害人，继续安安分分做你的好人。业障消完之日，就是你福报现前之时。这第二关就是要你们把心放平，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别总往外看，别总盯着别人有没有遭报应，把你自己的心念管好，把你嘴巴上那些尖酸刻薄的话收回来，把你手里该做的善事做踏实，一念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因果从来不辜负任何一个老实人。明白了这个因果的道理，有的人又要开始打如意算盘了。他心想，既然因果这么准，那我就拼命去种善因，去求福报，求老天爷保佑我这辈子天天都快快乐乐的，求财得财，求感情得感情，让好日子永远不过完，这总行了吧？我告诉你们，这也是痴心妄想。这就引出了佛法里讲的第三个核心道理，听上去有点刺耳，叫做一切皆苦。很多老朋友一听这4个字，心里就不痛快了。你这话是不是太悲观了？我昨天刚抱了大孙子，今天刚拿了退休金，中午还吃了一顿红烧肉，我快乐得很呐。你凭什么说一切皆苦呢？你们要晓得，佛法讲的苦不是让你天天拉长着脸去哭，不是否定你的快乐，它是在揭示一个极其残酷但也极其真实的规律。这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是有保质期的。咱们老祖宗把这个苦分得很细致，你生了病，躺在床上疼得打滚，你口袋里没钱，出门买把小菜都要遭人白眼，这叫苦，是摆在明面上的，谁都知道苦。但还有一种苦最会伪装，叫坏苦。这个道理很简单，什么叫坏苦？就是快乐变质了。你想想看，你今天吃红烧肉觉得香，那是快乐，但如果有人逼着你连吃1个月红烧肉呢，你闻到那味儿是不是就想吐？你今天刚换了个大房子，满心欢喜，觉得这辈子值了，可是过了5年，房子漏水了，或者儿女为了争这套房子跟你翻脸了，你住在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天天愁得掉头发。快乐一旦散场，那个失落，那个抓不住的煎熬，就是坏苦。你以为你抓住了快乐，其实你抓住的是个迟早会炸的定时炸弹。除了这个，还有一种隐藏的极深的苦，叫行苦。行就是走动，就是不停的生灭变化。咱们的心啊，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前一个念头刚走，后一个欲望又冒出来了。你没钱的时候，觉得有1万块钱就谢天谢地了，真有了1万，你马上盯着别人的10万，有了10万，你连觉都睡不着，天天盘算着怎么赚100万，这个欲望的口子永远填不满，你的心永远在外面奔波劳碌，永远停不下来，一刻也得不到真正的清净，这就是行苦。我认识一个女居士，年轻的时候那叫一个漂亮，心气儿极高，她这辈子什么都不图，非要追求什么完美的爱情。
她觉得女人这一生必须要有个男人把自己当公主一样捧在手心里。20多岁的时候，她结了第一次婚，男方是个老实本分的工程师，对她百依百顺。一开始她觉得这就是幸福，可过了2、3年，老实人为了养家糊口，天天加班熬夜，累得回到家倒头就睡，连跟她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风花雪月了。她受不了，觉得这爱情变质了，对方不够懂她，于是干脆利落地离了婚。30多岁，她结了第2次婚，这回长了记性，找了个极其浪漫的男人，今天送玫瑰，明天搞烛光晚餐。她满以为这下对了吧，结果没过多久，发现这男人光顾着浪漫，根本不务正业，在外面倒腾生意亏了一大笔钱，天天被债主堵在门口骂，连交水电费的钱都要他来出。他吓坏了，为了自保又离了。到了40来岁，他还是不死心，结了第3次婚，这次找了个既有钱又懂情调的。他心想，这总算是一步到位，彻底抓住幸福了吧。结果呢，人家确实有钱有情调，但脾气也大，而且身边根本不缺女人，人家根本不惯着他那些大小姐脾气。两人一有矛盾，就在家里摔盘子砸碗，吵得左邻右舍半夜都不得安宁，互相折磨了几年，最后还是落得个一拍两散。这么一折腾，大半辈子就耗进去了。前2年的大年30晚上，外面到处都在放烟花，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一家老小围在一起吃团圆饭。他呢，孤身一人住在一个装修的像宫殿一样的大平层里，正看着电视，突然急性胃痉挛犯了，那叫一个疼啊，连腰都直不起来。他在床上缩成一团，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把头发全浸透了，贴在脑门上。他强忍着剧痛，咬着牙摸索着想去客厅给自己倒杯温水，结果脚下一软，砰的一声闷响，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冰冷的地砖上。他躺在那个冷冰冰的地板上，看着窗外半空中炸开的绚丽烟花，听着楼下别人家里传来的阵阵笑声，再看看自己这么大这么豪华的屋子里空荡荡的，他连喊个人扶他一把递杯热水都做不到。就在那一刻，他突然大哭起来，不是因为胃疼，而是他突然彻底醒悟了。后来他跟我说，老师啊，我躺在那个地砖上，算是把这辈子看透了。我结了3次婚，离了3次婚，永远在向别人讨要那点可怜的感情，永远在挑剔，永远在失望。我总以为是自己命不好，没遇到对的人，现在才明白，我是被自己心里那匹叫欲望的野马在地上活活拖了半辈子啊。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是行苦，他追求的那点完美的快乐，就像手里抓着的一把干沙子，你捏得越紧，它漏得越快，他用尽全力去抓，最后留在手里的全是不甘心和一身的伤痕。大家静下心来想想看，你们现在天天焦虑的睡不着觉的事情，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老年朋友拿着不菲的退休金，儿女也成家了，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安度晚年，可他偏不，他天天操心儿子这个月工资涨没涨，操心邻居家的老头是不是换了一辆新代步车，稍有不如意，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这就是在自己给自己找苦吃啊！你对一样东西有多执着，它带给你的快乐有多强烈。一旦无常来临，或者情况变坏的时候，那种痛苦就有多可怕。看透了一切皆苦，绝不是让你消极厌世，不是让你连饭都不吃了，日子也不过了，而是让你彻底清醒过来，别再把全副的身家性命
都压在那些靠不住的欲望和享乐上。儿女有儿女的因缘福报，你别指望他们天天围着你转，把他们当成你晚年唯一的精神支柱。老伴有老伴的寿数，谁也陪不了谁生生世世。你能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踏踏实实的包顿饺子，喝杯热茶。一旦缘分尽了，或者快乐散了，你心里要有个底，这都是正常的。这世间的快乐本来就是带不住的，你心里有了这根定海神针，不往死里去贪求那些情绪上物质上的享受，你的心就不会被外境牵着鼻子走。哪怕生活里再有磕磕绊绊，你也能在这满是风浪的苦海里给自己稳稳当当的撑起一条不漏水的小船了。可是啊，很多人就算勉强把这条小船撑起来了，心里还是怕什么？怕好日子涨不了，怕这艘船翻了，怕手里拥有的一切突然就不见了。为什么怕？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最要命的误区，那就是总把眼前的顺境当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常态，总觉得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这就引出了我要跟你们讲的第4个核心道理，这也是佛法里开篇就教咱们的4个字：诸行无常。你们要晓得，这个宇宙间天地气机运转，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变。什么叫无常？不是说老天爷故意要整你，今天给你糖吃，明天打你一巴掌。无常就是咱们老祖宗说的客观规律，花开必有花落，日出必有日落。你身体的细胞每一秒都在新陈代谢，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早就不是同一个人了。咱们年纪大了，为什么常常觉得痛苦？因为咱们总想跟老天爷较劲，总想死死拽住那个不变，手里攒了点钱，或者干起了一番事业，拥有了几万几十万的拥趸和底盘，就觉得这世世代代都是我的，这是我安身立命接受收益的根本，谁也拿不走。你想想看，你把流变当成固定，把无常当成常态，一旦老天爷的规矩变了，那个变故毫无征兆地砸下来，你可不就得痛不欲生，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你吗？为了让你们把这个道理吃透，我给你们讲讲明朝初年江南首富沈万三的故事。沈万三那个人当年有钱到了什么地步？真的是富可敌国。他手底下掌握着无数的商船店铺，每天进账的银子就像流水一样。日子久了，他就生出了一个巨大的错觉，他觉得自己的财富帝国是坚不可摧的，他觉得只要自己有钱就能跟皇权跟最顶层的规矩掰掰手腕。他把这种泼天富贵当成了理所应当的常态。当年朱元璋定都南京要修城墙，国库里掏不出那么多银子，沈万三一拍胸脯，豪气冲天地说：皇上，这城墙我包了1/3，真就一车一车的真金白银往外掏。修完城墙，他非但没觉得肉痛，反而那股子狂妄劲儿全上来了。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大明朝的运转太重要了，觉得自己的资金对朝廷接收各项收益至关重要。于是他走了一步极其要命的臭棋，他跑到朱元璋面前递了道折子，大言不惭地说要替皇上犒赏3军，每个士兵给1两银子。折子递上去之后，沈万三在家里美滋滋地等封赏。结果呢，1天过去了没动静，2天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沈万三在家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完全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开始慌了，嘴里不停地念叨：5天过去了，我完全没有收到回复，到底怎么回事？难道皇上不知道这笔钱对他有多重要吗？他还在那儿用商人的逻辑盘算呢，根本不知道在绝对的权力，在宇宙的无常面前，他
他那点逻辑连个屁都不是。就在第5天的半夜，哐当一声巨响，神府那扇重达1000斤、包着铜钉的朱红大门被人用巨木硬生生撞开了。沈万三从床上惊醒，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披，跌跌撞撞地跑出卧室。只见院子里火把通明，照得亮如白昼，无数穿着飞鱼服、挎着绣春刀的锦衣卫像黑白无常一样冲了进来。带头的将领满脸冰霜，手里举着一道圣旨，冷冷地看着吓得瘫软在地的沈万三。原来当朱元璋看到他递上去的那道折子时，根本没想过要感激他。皇上的脸唰的一下就黑了，猛地一拍龙书案，指着满朝文武骂道：匹夫靠天子之君，此乃乱民也，这是要造反，给我杀！那一瞬间，什么首富的尊严，什么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商业帝国，什么金山银山，全部被清零，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将领一挥手，如狼似虎的官兵扑上来，一把扯下沈万三身上那件价值连城的蜀锦绸缎，将一件囚服套在他身上，紧接着咔嚓一声，一面重达50斤的厚重木枷锁死死地扣在了他那养尊处优的脖子上。虽然后来马皇后苦苦求情，保住了沈万三的脑袋，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一道圣旨，全部家产充公，全家流放云南瘴气之地。流放的那天，天下着冰冷的冻雨，沈万三带着沉甸甸的枷锁，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烂泥地里，草鞋早就破了。他回过头，隔着茫茫的雨雾，最后看了一眼自己那座占地100亩、雕梁画栋的豪宅，如今大门上已经贴上了朝廷惨白的封条。他跪在泥水里仰天长叹，老泪纵横。那一刻他终于顿悟了，原来这世间的一切，大到江山易主，小到个人的荣辱得失，全都不过是一场梦幻泡影。你以为你抓住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抓住。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不是听个热闹就完了的。咱们现实生活里有太多人就像沈万三一样，你辛辛苦苦经营了一个局面，也许是你引以为傲的职位，也许是你花了大半辈子心血带大的孩子，也许是你苦心孤诣做起来的一点小事业，你把全部的喜怒哀乐都挂在上面，你觉得它是我的，它永远不会倒。然后呢，政策一变，行业没了，一场大病，健康没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崩溃了，天天怨天尤人，觉得老天爷瞎了眼，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平，到处去哭诉求情。诸位啊，这叫什么？这叫你不懂诸行无常。无常就是这个世界的出厂设置，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本该如此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状态是永恒不变的。你今天手里拿的牌再好，明天也可能全盘推翻，重新洗牌。认识到无常，不是让你天天提心吊胆消极度日，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干了等着死，恰恰相反，只有真正接受了无常，你才能活得更清醒更从容。因为知道财运无常，你才不会把钱当成命根子，赚到了知道感恩，失去了也能坦然重头再来。因为知道身体无常，你才不会挥霍健康，才会好好吃饭睡觉。因为知道世事无常，你才不会在顺境时狂妄自大，在逆境时一蹶不振。当你真正看透了无常，放下了死死抓在手里的执念，把那个高高在上的我字看淡了，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你在这红尘里还要天天跟老伴、跟儿女、跟邻居打交道，你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变幻莫测，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残酷的世界呢？
这就要讲到无数佛经里都在教咱们的第5个道理。这4个字你们一定都听过，叫做慈悲为本。很多人一听慈悲直摇头，心里老大不乐意。他们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去对别人慈悲，别人还不顺杆爬，骑到你头上来拉屎。你去体谅别人，谁来体谅你呀？你们要晓得，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把慈悲当成了软弱，当成了做买卖搞交易。他觉得我对你好，你就必须立马对我好，不然我这慈悲就亏本了。那不叫慈悲，那叫人情世故的算计。真正的慈悲是什么？佛法讲得很清楚，慈悲是宇宙间最强大、最能化解灾祸的能量场。它绝对不是低三下四的讨好别人，而是你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地方，看透了大家在这个世间生存都不容易，一切皆苦，所以你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别人留一条生路，也给自己结一个善缘。我告诉你们，只要你把这颗慈悲心养出来了，你身上的气机马上就不一样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灾祸根本进不了你的身。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平时就挺和善，没事喜欢在小区外面的马路边上散散步。有一天傍晚，天快黑了，她正走在人行道上，这时候一个送外卖的小哥为了赶时间，骑着电动车从拐角处猛地冲了出来。小哥没刹住车，直接撞在了老太太身上。老太太连躲都没法躲，重重地摔在地上，大腿骨当场就错位了，疼得脸色煞白。小哥连人带车也摔了出去，外卖盒子砸碎了一地，汤汤水水流得满地都是。小哥爬起来，一看老太太躺在地上，疼得直哆嗦，根本起不来。他吓得头盔都掉在了地上，浑身打摆子。他没有跑，而是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冰冷的马路上，捂着脸嚎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抽巴掌打自己，绝望地喊着：大妈，我对不起您，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今天跑了1天了，一单还没挣到钱，我妈现在还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躺着，等着我凑手术费。我没钱赔您啊，大妈，我拿命赔您行不行啊？那哭声撕心裂肺，路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指指点点，有人拿出手机要报警，都觉得这小哥完了，撞坏了老人，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就在这个时候，老太太强忍着剧痛，用颤抖的手撑着地，看着那个哭得快昏死过去的小伙子，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咒骂，只有一种深深的悲悯。老太太喘着粗气说：孩子，别哭了，赶紧站起来，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急，知道你难，你放心，我不讹你，治病的钱我自己掏，不用你管。等老太太的儿女赶到医院，一看老母亲腿都断了，气得要找那个外卖小哥拼命，让他赔个倾家荡产。老太太躺在病床上，死死拉住儿子的手，厉声喝住了他：你们谁也不许去为难他，那孩子是个苦命人，家里还有个快死的老母亲，你们去逼他，就是要他的命啊！我的腿已经断了，不能再断了那一家人的活路，咱们家出得起这个医药费，这事儿就当是给我挡灾了，谁也不许再提。儿女们看着老母亲坚决的样子，虽然憋屈，但也只能作罢。小哥在一旁听得真真切切，哭得跪在病床前咚咚磕头。大家想想看，如果当时老太太心里没有这发自内心的慈悲，死拽着那个理不放，非要较这个真，结果会怎样？那个本就走投无路的小哥，面对天价的索赔，极有可能一时想不开，走了绝路，那他医院里的老母亲肯定也活不成。老太太这边呢，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天天在怨恨和愤怒里煎熬，一家人的生活全被搅乱，连带着伤口都愈合得慢。这就是两败俱伤，这就是用别人的过错来制造自己家庭的灾祸。可是老太太那一念大慈悲，不仅保住了一条年轻的人命，还彻底扭转了这件事情的气场。后来怎么样了？那小哥每天下班再晚都要熬一锅骨头汤，送到医院一口一口喂老太太喝。老太太出院回家后，小哥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娘，逢年过节大包小包往家里买，平时老人家换个灯泡扛袋大米全是这小哥抢着干。几年后，老太太的老伴走得早，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忙，最后竟然是这个外卖小哥推着轮椅陪老太太逛公园，在床前尽孝，给老太太养老送终。你们看，这就是慈悲的力量。老太太损失了一点医药费，却在晚年换来了一个比亲儿子还亲的依靠。我常常讲，在这个世上最锋利的武器不是刀剑，最能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拳头和手段，而是你的那一丝善念，那一份慈悲。你心里有恨，你看谁都不顺眼，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你身上的气机就是堵塞的，你的家风就一定是刻薄的，路就会越走越窄。很多老朋友在家里也是一样，婆媳之间非要争个谁对谁错，争得脸红脖子粗，邻里之间为了一次过道的地盘，恨不得拿扫把打起来。你想想看，你赢了道理，输了和气，天天住在那么个像冰窖一样充满火药味的房子里，你还能长寿吗？你能不憋出病来吗？遇到不讲理的人，遇到占你便宜的人，你心里要明白，他造他的业，我修我的福。我退一步，不是我怕他，是我慈悲他那个愚痴的样子，也是我慈悲我自己。对，你们没有听错，慈悲不光是对别人的，更是对你自己的。很多人对别人很宽容，唯独对自己刻薄的要命，半辈子辛辛苦苦为了儿女，老了总觉得愧疚，觉得没给孩子多留2套房，或者年轻时犯了点错，在心里反复的拿刀子挖自己，天天活在后悔和自责里。诸位啊，一个连自己都不能原谅，都不能善待的人，你发出来的那个慈悲都是干瘪的，都是假的。学会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学会接受自己也会老去，也会犯错的事实。先把自己的心安顿好，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遇到烂人烂事微微一笑，挥挥手让他走，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身体。你把这颗柔和的心、慈悲的心养好了，我告诉你，这比你吃多少保健品都管用。你的气色会变好，你家里的风水自然而然就顺畅了。明白了，要把心养好，要慈悲，很多人就又开始走另一个极端了。他们一听我说心好风水就好，立马一拍大腿，我懂了，要想福报大，我就得去多拜拜，然后转身干嘛去了？开始满世界的瞎折腾。今天听说哪座深山里的庙最灵，哪怕腿脚不利索，也要挤着大巴车跑过去烧头炷香。明天听说哪个风水先生算得准，花大价钱请人家来家里指指点点。后天又听说换个什么手机号码能转运，买个什么开光的珠子能延寿，弄得满屋子满身都是零碎。你们要晓得，佛法里管这种行为叫什么？这8个字你们一定要记住，叫做心外求法，皆是外道。这第6个道理也是最核心，最能给你兜底的道理，就是教你4个字，向内求法。咱们去庙里看到那些庄严的佛菩萨塑像，本来是让你看到他老人家
想起他传下的智慧，把你心里那份本有的清净、恭敬和慈悲给引发出来。这叫见贤思齐，是让你拿他们当榜样。结果很多人倒好，一进大殿，扑通一声跪在蒲团上，脑门磕得三响，嘴里嘀嘀咕咕念叨的都是什么？保佑我儿子今年考上好单位，保佑我今年发大财。佛祖啊，要是真显灵了，我给您捐香火，给您重塑今生。我告诉你们，这不叫信佛，这叫行贿。你花个几百块钱买2把高香，就想让老天爷保佑你赚大钱，逢凶化吉，哪有这么荒唐的买卖？你真以为宇宙间的天地契机是靠你花钱烧香就能收买的吗？这个道理很简单，命是你自己一点一滴的起心动念造出来的，不是你到外面求来的。你天天在家里跟儿女较劲，在外面跟邻居争那3瓜2枣，逢人就说些尖酸刻薄、抱怨连天的话，你的心早就变成了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你身上那个气机全是浑浊的、带刺的。这个时候，你就是把家里的风水局摆出一朵花来，你就是天天跪在地上磕头，你的命照样好不了。为什么？因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8个大字是真正的大智慧。你遇到了坎儿，遇到了倒霉事，你别去怪流年不利，别去怪房子风水不好，更别怪别人针对你。你要掉过头来，赶紧照照自己这面心里的镜子。打个比方，你脸上沾了一块黑灰，你看着镜子觉得真脏啊，然后你拿了一块抹布，拼命的去擦那面镜子，你能把脸擦干净吗？镜子擦得再亮，你脸上的灰还在啊，你得拿水去洗自己的脸才对。可是咱们很多老朋友一辈子都在疯狂地擦那面镜子，外面的事不对，你永远在向外求，试图把外面的世界捏成你想要的形状。结果呢，你越用力反弹越厉害，你越求心里越痛苦。佛法讲得很清楚，外面的世界全是你自己内心的投射。你心里如果是一团乱麻，你看这世上哪怕是一只鸟飞过去，你都觉得它在吵你。你心里如果是宽容平和的，你看着路边的一条野狗，你都觉得它生机勃勃，很可爱。我见过很多老太太学了点皮毛的道理，或者读了几本经书，在家里天天端着个架子，美其名曰在修行。到了饭点，家人做菜稍微多放了1勺盐，他立马在饭桌上摔筷子拉长脸。怎么搞的？不知道我现在讲究清淡养生吗？不知道我在吃在念佛吗？你们这是在坏我的修行。家人在客厅里看个电视，稍微笑得大声了点，他从屋里冲出来就骂，吵什么吵？没看见奶奶在打坐念经吗？我这可都是在为咱们家祈福，耽误了我修行，你们担待得起吗？你们大家自己摸着良心想想看，这叫哪门子的修行？这叫入魔了。你学了点道理，非但没有变得更柔软、更慈悲，反而把这些道理当成了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当成了大棒子，天天去敲打家里人。你把全家人搞得看见你就躲，你念的那个经全变成了伤人的刀子，你还指望家里能有福报？真正的向内求法是什么？是你把盯着别人缺点的眼睛闭上，把指向别人鼻子的手指头收回来，向内看。看什么？看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别人一句话说的你不中听，你心里那团无名火噌的一下冒出来了。这个时候向外求的人立马就破口大骂，把这团火喷到别人身上。向内求的人呢，他马上就能觉察到，哦，我又生气了，我的虚荣心又在作祟了，我的我执又冒头了。他不跟着这团火跑，他把嘴闭上，深呼吸，
静静地看着这团火慢慢熄灭。你这一忍，这一停顿，就是在改命。你把原本要结下的一个恶缘硬生生地给化解了，你把原本要消耗的一大截福报稳稳当当地留在了自己的命盘里。所以诸位啊，别再去外面瞎跑瞎折腾了。真正的道场不在那些香火鼎盛的名山大川里，不在算命先生的罗盘上，就在你家里的厨房，就在你家的客厅，就在你遇到事儿那一瞬间的起心动念里。你不向外求，你把多余的脾气去掉，把对物质的贪念去掉，你做减法，把心里那些杂草一根一根拔掉，你本来清净明亮的那个心自己就显现出来了。到那个时候，你不求风水，风水自然围着你转；你不求佛菩萨，你自己就是家里的一尊活菩萨。把这6句话讲透了，你们心里的地基也就打牢了。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听完道理，回到家遇到事儿，还是会两眼一摸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下手。所以接下来我得手把手的教教你们，到底怎么把这6个道理用到生活里去。这第一招，我告诉你们，也是最关键、最能立竿见影的一招，叫做把嘴闭上，守好你的口业。你们要晓得，咱们家里那个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福报，好风水，漏得最快的地方在哪儿？不是你们家的大门没朝南开，而是你们的嘴巴没有把门。咱们很多人年纪大了，退下来了，心里空落落的，那个我字没地方摆，就开始在家里疯狂地刷存在感。你非要证明我是对的，你们都不如我懂。所以这实操的第一步，回到家把舌头收回来，把心沉下去。孩子的事他们不问你，你就坚决不插嘴，哪怕看到了他们做的事情不合你的意，只要不伤天害理，你就当没看见。别人惹你生气了，你想发火的时候，在心里默念3遍因果不虚，把那句尖酸刻薄戳人肺管子的话硬生生咽下去。你只要能把嘴管住，你家里的气机马上就顺畅了。这就叫做口吐莲花，这比你去庙里烧1万块钱的高香都要灵验。这第二招听起来像句笑话，叫做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很多人一听就乐了，心想南老师你这不是逗我们吗？我活了大半辈子，连吃饭睡觉还要你教。我告诉你们，真没几个人会吃饭睡觉。你们现在是怎么吃饭的？端着饭碗，眼睛盯着电视上的新闻，心里盘算着明天的股票，脑子里还在生着昨天邻居老王的气，吃的是大米饭，嚼的却是满嘴的妄想和烦恼。睡觉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担心儿子的房贷，焦虑孙子的成绩，想过去，愁未来，就是不肯好好活在当下。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行苦，你的心一刻都不安宁。真正有功夫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吃饭的时候，我的心就在这碗饭上，我咬一口青菜，我真真切切地尝到青菜的清甜，我喝一口粥，我感恩老天爷今天还赐给我一顿饱饭，感恩我的肠胃还能消化食物，这不就是向内求法吗？睡觉的时候把那个牵肠挂肚的我放在床底下，你心里要明白，到了晚上两眼一闭，外面的世界就跟你没关系了。明天就算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你就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把这100来斤的肉身交给这张床。你能在吃饭的时候只吃饭，睡觉的时候只睡觉，不胡思乱想，你的精气神就能养足，病痛自然就少了。这就是最上层的修行。这第3招是专门给那些帮着带孙子天天跟儿女住在一起的老朋友准备的，叫做退出儿孙的因果，只做家里的客。诸位啊，什么叫诸行无常？
就是身份在变啊。你以前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指挥官，现在你老了，儿女成家立业了，你得认清现实，你现在是他们生命里的客。很多老人痛苦，就是因为转不过这个弯来，手里死死攥着那个长辈的控制权不放，看着儿媳妇给孙子喂饭的方式不对，非得冲上去抢下碗来自己喂，看着儿子教育孩子，非得插在中间护短，最后弄得2代人像仇人一样。你还觉得委屈，觉得我一片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你一定要记住，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有他们的因缘业力，你帮他们带孩子做做饭，这是你出于长辈的慈悲，而不是你用来要挟他们听话的筹码。你能帮就搭把手，帮不动了就体体面面的退出来。在家里做到不聋不瞎，不配当家，儿女吵架，你躲回自己屋里听听曲儿，他们教育孩子，你出门去公园溜达溜达，把执念放下，把界限划清，不越界，不强求，你这就是在给他一家人修福，也是在给你自己积德。你越是撒手不管，儿女反而越敬重你，越觉得家有老是个宝。最后一招是教你们怎么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和病痛的，这叫转怨为恩，安心消业。咱们年纪大了，高血压、关节炎，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酸，很多老人家一旦得了什么大点的病，立马就崩溃了，逢人就诉苦，觉得老天爷对自己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是我得这个病？你想想看，你这台机器日夜不停地转了60-70年，零件磨损生锈，这不是诸行无常的最正常表现吗？而且你往深了想，咱们这辈子年轻时候吃过多少众生的肉，有意无意间伤害过多少生灵，在人情世故里说过多少昧良心的话，这些都是咱们种下的因啊。现在老了，因果成熟了，通过病痛的方式显现出来，这叫什么？这就叫消业障。你不要去怨恨这副生病的躯壳，也不要去抱怨老天爷，你要在心里默默地转个念，这是我过去欠下的债，我现在正在还债，疼一下，我的业障就消去一分，病一场，我身上的担子就轻了一截。你把病痛当成是来帮你清洗灵魂的刷子，不跟他对着干，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但心里那股子怨气没有了，恐惧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坦然和接纳。你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你的心量就彻底打开了，你家里的磁场就不再是愁云惨雾，而是一种通透的安定的力量。儿女看到你面对病痛都这么豁达，他们心里也踏实了，也会更有力量去面对他们在外面遇到的风风雨雨。这几招都是没有花架子的真功夫，不是让你们去深山老林里打坐，也不是让你们去庙里花大钱，就是在你每次张嘴要骂人的时候，每次端起饭碗的时候，每次看到小孙子闹腾的时候，每次腿脚酸痛的时候，去觉察你的心，去钻你的念。红尘就是最好的道场，这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就是老天爷给你布置的考卷，你把这几道题答明白了，你这后半辈子的福报绝对是源源不断，深不见底的。好了，今天一口气跟你们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很多老伙计年纪大了，听完前面就忘了后面，我在这里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第一，千万别太拿那个虚妄的我当回事，把死死抓在手里的面子和得失松开。第二，因果这笔账，天地契机永远算得清清楚楚，别总眼红别人，踏踏实实管好自己种下的因。第三，这世间的快乐都是带着保质期的，你享受可以，千万别贪恋，
贪恋到最后全是一场坏苦。第四，顺境逆境全都在变，把老祖宗讲的这套无常的规矩认下来，变故来的时候你就不慌了。第五，对别人慈悲一点，遇到烂人烂事别计较，更要学会原谅自己。第六，别去外面瞎跑、瞎算命、瞎折腾，真正的风水全在你起心动念的方寸之间，落实到每天的日子里。这几步你老老实实照着做，回家先把嘴闭严实，守好口业，不该管的少唠叨，端起碗就好好吃饭，躺下就好好睡觉，别胡思乱想。遇到儿孙的事情，退出他们的因果，做到不聋不瞎，不配当家。生病难受了，不怨天尤人，就当是还债消业障。你想想看，对不对？你要是能把这几条做到，你家里的磁场马上就不一样了，那些乌烟瘴气的倒霉事儿自然就远了。我告诉你们，这个道理很简单，人这一辈子折腾到最后，你会发现最好的风水根本不是你家大门朝哪开，不是你花钱买个什么开光摆件，而是你这颗肉长的心最大的改命。也不是去庙里磕头捐钱，而是实实在在的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脾气，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咱们中华文化留下的学问讲究个利他，你自己懂了，自己得救了还不够，还得拉身边的人一把，把今天咱们讲的这番话，这几个转念的招数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发给那些还在怨天尤人的老伙计们。你要知道，你这动手指分享出去，绝对不是凑热闹，这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这一句不经意的提醒，也许就帮人家解开了心里憋了10年的死疙瘩，让人家少生一场大气，也许就拦住了别人快要造下的一场恶业，挽救了一个家庭的风水。这就叫法布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今天帮别人积的福，宇宙的气机会全都清清楚楚地记在你的名下。最后，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道理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和帮助，请你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千万别忘了在下面的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善语，你可以写上一句愿消灾免难，福慧双增，也可以留一句愿物业消除，福报自来。你敲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天地间发出了一个至善的信号，千万人一起共振，最后这股巨大的福报全都会真真切切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儿女家人身上，护佑你们无灾无难，晚年吉祥。